大家好，我是奥博，我今天要来开箱青浦室内16坪2+1房，全室装潢在65万内完工的川字型小宅。我们很久没有请到美女屋主了，谁啊？就是我本人。今天我要来开箱我的工作室。目前呢，我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搬进来，所以我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，主要是我的装潢部分，还有一些 IG 询问度比较高的部分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一起来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就先来看到这个入门的部分。有看我空屋 Room Tour 应该知道，这边两边原本是没有柜子，这两个都是我请木工帮我做的，然后是一个对称的柜。这边就是我家的鞋柜，全部都是做层板。之后呢，会像我家一样买那种节省空间的鞋子收纳去放，这边大概可以放得下30双鞋。可以买一个像是这样子的收纳，鞋油啊，或是刷子啊、鞋拔子啊，像我现在是放一些遥控器什么的小东西，都可以放在这个地方。玄关部分我觉得很重要，是一定要做一个平台，因为你有时候回家，你可能会有一些什么车钥匙之类的，会需要先暂放。你不是特斯拉没有钥匙吗？对，是有些人不是特斯拉嘛，他会有钥匙，那就是放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现在就先放了一些香氛啊等等的，是建商原本给的开关，我这次完全没有动我的开关。这个是 One Touch， 那我觉得 One Touch 真的很方便，因为像这种小宅，其实里面大概就是住2-3个人顶多，出门的时候其实家里就没有人了，关。全部都关掉了，一回家打开它就会恢复你出门前的样子。我这边呢有放了一个感应灯，晚上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一开门它就会亮，然后我再开这开关，这样就不会一进门都是黑漆漆的。那我也不用在上面另外做一个感应灯。入门处就是一定会有鞋子是脏的嘛，所以我这边有自己买块垫子，就没有另外花钱去铺瓷砖。平常鞋子这样进来，我就这样子放进去。然后我如果要出门，我也是这样子放到外面，再穿鞋出去。可是我就想，我应该把开口开着吼，但这样只能放一双哎。如果只有一个人住的话，好像这边比较方便；但如果有2个人住的话，好像还是要开这边。做完之后，然后做了一段时间，遇到的问题就跟大家分享。对称柜子的另一边呢，这边原本建商是规划做鞋柜。为什么我知道是做鞋柜？因为它上面有留一个那个鞋柜的换气管。可是我没有把鞋柜做在这边。我这边做的是一个污衣柜，我也是这样子拉出来，跟你家一样。对，跟我家一样，我可以把一些外套放在这边，上面因为还有一点空间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层板，可以放一些电器的盒子之类的。下面这里呢，预留一个扫地机器人的空间，那我换水箱也不会太卡。这边我有留一个插座。再来我就要讲，跟我家一样，挺木工，做了一个推拉门，把电箱藏在这里。我家呢现在是全电宅，所以我出国一段时间就会去把热水器关掉，不然它会一直在那边煮，会很常要开这个门。这边是放鞋子的话不方便，衣服的话你只要这样搬开就好。好大哦，很大，这可以藏一个人呢，你看，根本就不会发现我在这。这个川字型有2个柜子，但是没有玄关哎。对，川字型基本上很难有玄关。那隔音好吗？隔音的部分，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，就是其实我觉得，因为你离外面很近嘛，然后你常常在这边看电视看很大声，或是跟朋友聊天很大声，外面是听得到的哦。你可以看到门旁边有一个咖啡色的，是我自己买的隔音条。然后有看我家开箱，应该知道我家除了隔音条以外，整个门都贴了隔音垫，把门全部贴起来，隔音又会更好。真的很怕你的声音被听到，或是吵到邻居的话。那你这个怎么没有贴？你说门吗？对啊。我不想贴啊，这个门很好看啊，我家那个门不好看，所以我把它贴起来。觉得这个除了隔音以外，还可以隔绝味道，多少有一点影响，因为外面的保护板味道其实蛮重，都会飘进来。贴起来之后，我觉得有改善。对，4边都贴了。我整个门框都贴了，我还贴了一个这个因为我没有装门挡，然后建商有附嘛，但我觉得装门挡不好看，所以我就直接装了一个防撞的贴纸，这样比较不会去撞到我的柜子。基本上这个门除了隔音条的加工，我只换了门锁，其他我都没有动。再来呢，就是川字型的客厅，客厅就是这一个区域，然后它的面宽呢是3米内。这边是自己做了一个电视墙，是请木工做的，因为我需要保留一个走道的空间，还可以进去到别的地方。这样做完，
最大能放的就是55寸，真的是想要放65，可是真的放不下。其实已经偷了一点门这边的空间了。这个电视墙是花了很多小巧思的，空间不够大，所以我那时候跟木工说，我的电视墙除了要支撑电视以外，我希望它可以做的薄一点，然后又要有收纳空间，因为我想要壁挂，需要留一个洞，让我把壁挂架放进去，那电视我就可以尽量贴在墙上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去看我木工那集，把线槽全部都藏在这个电视墙里面，所以它的走线、声霸啊等等的插头都出在这个洞。这个口字形呢，也是请木工另外做的。为了要满足我小又可以收纳坚固，他花了很多心思去帮我设计这个，毕竟还是镂空的，有一些落尘，要拿那个掸子去把它掸干净。当时在做这个口字形的时候呢，我有跟木工讨论，这个墙是前后相通的嘛，你也可以做两面收纳，前面是数据机，后面是游戏机，或是你要交换，这是很弹性的。再来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东西，有看我新家，就是我家开箱应该就知道，我家是5年多前装潢的，那时候其实智慧家电的选择比较少，很懒惰，我什么都想出一张嘴。开摄影棚电视，开摄影棚电视，有了，开了，哇，那你，所以我就去找了这种智慧控制器。那现在这个工作室我也沿用，就买了一个这个，直接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家里的电视啊、冷气、循环扇等等远端控制。我觉得这个很方便，就推荐给没有这么多预算，然后又很懒惰的人。再来要讲到就是小宅选沙发，大家应该常常也是蛮头痛的。除了要好看以外，家里又要放得下。像我这个川字型啊，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面宽不是很够，我要找180以内的沙发，不能太长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看我柜子会这样打开。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超级紧绷的状况了，很多人都跟我说，你旁边还有空间啊，可以再宽。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因为会打到。这些动线都是在你装潢之前一定要先想过。当初呢，我会挑这个 AJ2 的马尔默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它是在180公分以内，这个呢就是有166，超窄的。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地方可以前后调整，手轻翻一下，提起来。今天想要赶客人，不想要客人待太久，你就把它移这样子，他们就会这样正襟危坐，好像在跟你开会这样，不会坐太久。那追剧大家都知道最爽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可以整个人就这样躺在沙发上懒挪的感觉。我166公分左右，那我的脚盘腿是可以直接都在这上面的，然后伸直的话也只会露出我的小脚趾。我家就是那种低背沙发，然后还买了一个脚凳嘛，就很大足的那种，这个就可以不用买脚凳，因为你脚这样子放，其实你整个身体几乎都在沙发上了，很舒服，然后又很省空间的一个选择。我之前是用低背的嘛，很时髦，看起来很简约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每次要追剧的时候呢，脖子都没有东西靠，我都一定要自己自备枕头，然后这样子看，所以就不是很方便。这个呢，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加购这2个头枕。然后是直接这样插进去的，低背加2个头枕的状况，你就不用像我之前都要自己准备这个靠头的，你直接就有地方可以靠。它其实也有那种棉麻材质的，但是我后来觉得还是不要用那个。追剧我就是那种一定要游去7集一次追完的那种人，我手跟脚就全部东西是那个痕迹，很丑，所以我后来就选了这猫抓布。一方面也是因为很好清洁，家里有时候会有小朋友来啊，朋友可能带狗狗来玩，那抓到啊怎么样都不会有问题。用湿布沾清水这样擦，大部分污渍都可以处理掉。小宅嘛，选太深是空间有点压迫，所以我选的是浅色的这个猫抓布，躺起来是这样。这样子躺也 OK， 然后我常常不小心就在沙发睡着，基本2个大人坐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那中间如果再塞一个小孩也是 OK 的，会有留一点点距离。像我就是放了我家的垃圾桶，躺在这个后面，后面有插座啊，你也可以直接把那个充电线就这样接出来，放在这沙发后，就隐藏式的，旁边再摆一个茶几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尺寸对我来说很刚好，底下有一个插座，充电线就刚好从这个洞出来，然后也可以放遥控器，目前是摆了一个空气清新机在这边。川字型的小宅，常常呢，建商都会把那个管线就是走在这种客厅这样子，觉得很难看。但是我又不想要木工包得太出来，这样会让整个空间的面宽变窄，看起来比较没有那种开阔。当时讨论把它包起来之后呢，做一个比较窄的槽，可以放灯带，不是那种灯管哦，更薄的那种灯带，然后在这边就可以修饰，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压迫。
我家原本的梁在那个位置，然后我这边呢就稍微做出来一点，然后用 T5的灯管也是做一个间接。现在有一点微后悔是，我灯光应该是要用黄光，好像比较好看。我现在这个智能光有一点太白了，之后可能会换掉。那我们就接着看主卧咯。嗨，这个是我的主卧。它的坪数大概就是3坪以内。我目前呢是放了一个标准双人床，考量这个走道距离，没有做多余的主卧床头墙的设计，选的是这个棉豆腐的原木床架。看它床架来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它怎么是拼的？有一些床架不是就是有间隔的那种拼板吗？它的是整个拼完是一整片的。我本来有点担心说，它拼的会不会有一点不稳？但是我最近这样睡起来，它很稳，而且我觉得以实木的床架来说，它的 CP 值真的很高。自己呢是比较喜欢睡硬床，所以我选的是芝麻豆腐。床垫啊，还有一些床包组挑选就真的是要自己去实际的躺过、摸过你才知道。像我个人就是超级喜欢 Wedgwood 吗？是这样念吗？我家呢和工作室我都是买他们家的床包，织的感觉就整个摸起来是超柔的，然后这个材质又有点冰冰的，夏天睡起来我觉得很不错啦。那时候在想这间主卧到底要做怎么样的设计，不想要太复杂，就想说不然我这面就用造型的墙面好了，全部都是用天然的矿物涂料做的彩绘。我的游戏师傅超造的，他本身就会做涂料，整个房子的彩绘涂料还有一般的漆面全部都是交给同一个师傅。这个标准双人床呢，左右两边其实都是放得下床头柜的，那我一边是选了棉豆腐的。另外一边呢是我的餐桌裁切下来的，那我觉得这个小椅凳还蛮可爱的，它这也是原木哦，你看很厚吧？先暂时放在这边，等到我之后想要找一个五斗柜，那我找到我再做替换。做那种造型的彩绘涂料的话，我非常建议你一定要去想一下你的灯光要怎么打，没有打灯的话，看起来真的有点像壁纸，它就会比较平面。打了黄光，它看起来就很有立体感，这是我那时候没有想到的地方。然后我的主卧也是用我最喜欢的风琴帘。其实我当初会选这个户型，就是因为无线动距，然后采光超好的。可是我又想要保有一点隐私，因为它这边是大马路，买风琴帘就可以调整，可能我就把这边遮挡住，但是呢上下都还是可以透光。这个房间当时也没有做天花板，放一个吸顶灯，这个灯是可以调色的，旁边有请木工帮我做了一个间接，这边我就是放那个灯槽，是直接连到我这整面主卧的衣柜，大型收纳会放在这边。有看我去开箱我设计师朋友家，应该知道我对这个很高的柜子很有意见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柜子就平常根本放不到啊，你都要拿梯子，很不方便，就真的房子太小了。然后所有的收纳不太够的话，你不是往天就是往地，那我地板没有另外做嘛，所以我这次就是往上面收，全部我都是请木工帮我做相通的。假设说我真的要放什么很长条形的收纳，我是可以直接这样放进去，它不会局限在每个柜子这样子，空间利用率我觉得比较好。目前就是放换季跟我真的比较少用到的东西，比如说毕业纪念册那种。你就觉得不知道要不要丢，但是又不会用到的东西，就可以把它放在上面。那衣柜就是有看我家里开箱就知道，我那时候很后悔，衣柜做太多抽屉。你请木工做抽屉做死了之后，你其实那空间不太好运用，就是常常会掉在抽屉后面，然后你都要拿衣架去这样捞，很麻烦。所以我这次呢，刚讲。现在东西有点乱，因为我还没搬进来。就我请木工直接做空的，然后只帮我弄了2个杆子。现在 IKEA 都有卖这种，它是可以折叠的，毛巾啊、袜子啊，你看它边边都还可以收纳，还有一些什么内裤。之后有什么小孩之类的，底下其实你就可以自己买一些比较弹性的抽屉啊、收纳物，可以直接放在这。这种做到底的有个好处就是，我这种很大的东西，我也可以临时就放在这边，这样子比较省钱，然后运用性、灵活性也比较好。再来看我们的厕所。你家不是蟑螂门吗？对，这个呢也是我用涂料去改色的。详情呢，请去看我涂料那集。邻居有很多人遇到灾情，就是因为建商给那个门用料真的太好了，抗污啊又抗刮，所以导致在施作的时候，那些涂料油漆很难去粘在这个门上，所以有很多剥落的状况。但我现在目前感觉好像还好。
好，那我们先来看里面第一间厕所，建商附的没有做任何的更改，只有买一些小物，吹风机的收纳架、卫生纸可以直接从这边抽，然后它是固定在我这个镜柜后面的。现在已经有卖蛮多这种收纳小物，我觉得大家就找适合的，都不用另外再改动，可以省一些钱。洗脸的时候，你可能会需要把水往上出，你会比较好洗。这个是360度的头，然后我会选它是因为它有滤芯，它用几次你看就已经有一点脏了。青浦这边水质很硬，我们一般水塔或是经过管线都还是会有一点脏脏的。那我之前没有用的时候，常常脸上就会有一些小疹子，但我用了滤芯之后，确实是有一点改善。擦手部的架子都是用免钉，现在的免钉胶真的都很老了。我的卸妆布啊，我就用完都会用这些小物，就把它挂在这边。这边也用了一样东西，就是这个冲洗器，很方便。你要洗马桶啊，或是你冲地板，就还蛮好清洁的。然后这个你请水电师傅装就好了。这个也是买免钉的，自己固定在这边。香，哇，好透哦，很透吧？因为我没有在这里洗澡啊。像我们这种小宅，我家也是，工作室也是，它其实离床头就还蛮近的。如果家里没有别人的话呢，我是不会用主卧，我都会去外面洗澡，避免那个湿气。客人来才在这里洗。对，客人来我可能会等客人洗完，然后我再去洗。那你干嘛要选2间卫浴的啊？你没有遇过吗？早上如果2个人同时要抢厕所，或是一个尿急，这样很不方便啊。其实还是要2间比较弹性啊，比较好用。小宅嘛，就很难避免，就是你可能会有厕所是没有开窗的。没有，这个2个都没开窗。对，这2间都没有开窗。但是我觉得搭配现在的暖风机，其实都还蛮厉害的。你要用那个换气功能，定时个1-2个小时，其实就还 OK。你现在应该没有闻到什么潮湿味吧？没有，很香哎，很香吗？这是因为美女屋主，所以香香的。好，那讲完刚刚的厕所，现在小宅建商呢就会都把水区做在一起。这2间厕所其实是相同的，我这边还有1间，因为我平常都是用这间，所以这个小空间呢，把洗衣篮也放在这边。跟大家推荐，我发现宜得利有很多东西都是 CP 值很高哎，它这个可以折叠。这边还没有洗衣机的时候，我都会把衣服换洗，然后拿回我家洗。然后这个放在这，再来就要来看我的厕所咯。这个就是我最常用的厕所，然后这边很香哦。这边呢一样，我也没有做什么太大的改变，就是买了一个很推啦，这个我家自己现在也在用，常常用湿的东西放在这边，它会滴水，直接水就流下来，不会留在台面上。然后我也买了一个毛巾架，其实建商有附镜柜的收纳，我就觉得都还蛮够用的。打扫工具会湿的我放在这，然后还有一个冲水器，然后跟我自己也粘了一个卫生纸架。对啊，我大便也在这边，所以那边目前没有卫生纸，只有这间有。发现硅藻土其实真的替换率要很高，常常就会发霉。其实你买这个脚踏垫，然后你每天呢用完就去洗。洗脚踏垫不会很恶心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我是每天洗完澡踩一下让它吸水而已，洗完水我就直接拿去洗了。你看这个淋浴空间也比我主卧大，所以我就都在这边洗。哎，这玻璃也好大哦，超大的啊！而且你不觉得很透吗？对啊，这3片门哎，很透吧？你看我在青浦水垢这么多的地方，还可以这么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贴躺平贴。我觉得我真的很有资格分享这件事情，因为你知道5年前我家那时候躺平贴没有这种东西，可能也是我不知道。洗完澡都要用清洁剂喷，然后刮水。美泽的那个清洁剂。对，我都用美泽的，然后就这样要全部重新这样擦一次，真的超级浪费时间。自认我习惯很好，我都一直有在清洁，还是有一点水垢，看得很肮脏。后来我就知道有躺平贴，推给我很多朋友用，只要用水把它这样稍微冲过一次。维持的这么好我工作室已经用半年了哦，从来没洗过，没有，我也没有刮过水，什么都不用，就只要冲，它就可以维持成这样。青浦水垢你有看过吧？对，超级多，就是马桶也都会有垢那种。像这个上面其实都有一点有水垢了，我每天洗完都还有擦哦，它已经有水垢，你就知道这水垢多可怕。你要有用滤芯有啊，一定要！我现在就知道水质其实你要自己把关，因为这边呢，如果你要装全室净水，那个天花板会很矮，所以我没有装，我就直接买这种滤芯。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粘的，也是用免钉胶。对，我用免钉胶，这建商附的，它好像有那个防蟑螂上去的那个设计，所以每次这个流速就很慢不知道观众有什么好的解方吗？但是抗水垢有时效性吗？
躺平贴，嗯，有啊，他是跟我说它可以保固18个月，但是正常的使用3年是没有问题的。贴完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一点点起泡，就因为它里面有水分。我当时真的有遇到这个状况，但是等到大概1个月左右吧，它的水泡就自然消失了，就是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它就像隔热纸一样。对。它就是像隔热纸一样，你要等它一段时间把那个气泡消除，难免你都会喷到一些那种沐浴乳啊、洗发精啊、肥皂等等的。每次离开前呢，我是直接这样用水冲完就离开，但久了之后，有可能那些东西就是没有冲干净啊，然后就会累积在下面，那它那瀑布状就不会那么明显。它有给我一条抹布，你就直接用水，然后抹布这样擦一擦，它又会恢复成原本的瀑布状。贴完最大的差别就是，像我以前呢，每次洗完澡呢，我就是要喷清洁剂，而且我都是买美泽，不便宜。一段时间我就是要大清洗这个水垢，就很花时间。现在呢，完全省了这个麻烦，推荐给像我一样很懒，然后你又住在可能像青埔这种水垢很严重的地方。再来呢，就要看到这样我的厨房，是因为客餐厅是连在一起的嘛，那我想要有一点空间上区分，所以呢，我就请木工帮我这边做了一个挡板。这个挡板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它可以衔接到这个地方。这地方呢，原本也是我厨房的管线区，看起来很有一体性。吊影式主机也是坐在这个地方，封起来，这个天花板一点点下降，也不会下降的太多，看起来空间感还是蛮好的吧？看起来很大因为这边采光又很好，所以看起来这边很亮。小宅嘛，我就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些镜面，空间感比较好。冰箱也是选了这个镜面的，很好笑。我每天起床，然后打开就会看到自己，然后这个。哈哈镜我觉得很赞因为看起来超瘦的。这一次的预算想要控制的比较少一点，所以我全部都没有定做，都是买活动的成价。然后这个呢是我精挑细选，我觉得质感还不错的全不锈钢的电器柜。这边目前我是还没有放东西啊，但是我预计想要放蒸烤箱、微波炉跟一个 Instant Pot 或是饭锅。这后面建商原本就有给一个厨房的插座，所以不会跳电。这边就是想要放一点比较有咖啡店感觉的东西，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这个柜子，放了我的咖啡机。精挑细选，我觉得这个质感很好，是放咖啡豆的。因为我是电动车主嘛，所以放了一个标志性的特斯拉的调味罐。2层其实蛮好用的，然后底下就是先放我一些杯子啊，还有碗，东西很多，好能装哦。对啊，当初嘛就是想说我这边想要有咖啡厅的感觉，执行很想要用原木的餐桌，因为我觉得很漂亮，质感很好。我那时候选了很久，找到这个呢，我非常满意，是原木制裁所的益美版，然后选的是所罗门快木。小宅嘛，就是很多东西都需要多功能，因为你可能在一个空间会做很多不同的事情。像它现在这个是可以调整高度的，把它设定成餐桌的高度，或者说如果我要办公觉得坐太久，我就可以把它升起来，我就可以这边用电脑。也很适合备餐，你看我这样弄一弄，放东西就很顺手。就是很多朋友来，当时有加购轮子，所以它可以直接这样拉出来，转向，然后就可以坐6个人，使用性还蛮灵活的。你有没有觉得它这个很厚？有很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特别去选了益美版原木餐桌嘛，有拼版跟益美版可以选。拼版的尺寸就是你比较可以客制化，那益美版就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它都是原木裁切下来的，所以每一批木头状况会不一样。小宅我不想买太大片很贵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就等它有小片的再来挑选。所以我等了大概1个多月吧，终于有比较小的尺寸。然后你看我这个割完是一个桌子，旁边有剩的就是刚刚那个凳子。哇，那这样很值得凳子加升降桌，这整个桌子是4万多块。原木不是很难顾吗？对，我那时候也是在想这个问题，所以我找了这间，它是有涂层的。它这个日本的涂层呢是食器等级的，可以直接在上面揉面团啊等等的，都是安全的。都是日本涂层，对，跟我那门一样。你看过我那门，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厉害。是真的一样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因为我原木大家最怕就是你可能会把它烫伤嘛，然后不然就是水渍会容易流下来。可是你看我现在这样，是不是没有半点，没有半点痕迹？煮完饭啊，很热，我就放上去，然后喝水啊，喝咖啡，有时候喝冰的嘛，它会融化，融在这，我也没有用杯垫，它现在完全没有水痕好厉害！那你知道唯一一个瑕疵是什么吗？我上次很白目，因为 Yumi 来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把它放在上面升降看看，让他觉得很好玩。一个没注意，我当时这个升降桌的插座是插在这个墙壁这边，我就这样一往上升，就咔，插座就直接把餐桌边边撞凹一个洞。
选的这个是所罗门木，它是属于木质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硬的，它比较软的，所以比较容易去扣掉。颜色还蛮好看的，又是直纹的，不会那种乱纹很多。当初那个板子真的选太小了，稍微有大一点的，你可以做这个切边是切斜的，就看起来更像真实的木头。如果有所以纹路都可以选，可以自己去选板子，它那边有超级多板子可以挑。然后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有竖纹的，一圈一圈的那种感觉的，你也可以去找看看有没有那个板子。你不是说这个都有保护？如果说你有一些什么撞伤啊，它是可以把木头整个拿回去他们工厂里面处理好，再把你送回来的。这服务很好哎、对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帮我处理那个撞伤？我现在一直看到很烦，所以我用个画把它挡住。这个画的功能其实也不只是挡住啊，又跟我家饭一样的问题。有时候吃火锅嘛，就会怕喷到墙壁，所以还是有一个画比较好清洁，就没有另外贴什么珐琅板，整体看起来比较素。我这个屁垫很可爱吧？我在马来西亚的无印买的，就有一PO就有观众说，台湾无印也有。好。全部整套都是建商付的，我唯一想改就是这个，我想要改成洗碗机。你看这个就是轻薄的水垢，有没有？超级夸张的，好可怕哦，很白。如果你不清，就是会变成这样，很难看。反正不管啦，我之后要换成洗碗机。我家是纯电宅，就是没有瓦斯的，所以呢，建商附的是这个 IH 炉。一开始是需要花一点时间适应，但是用到现在，我觉得好像还不错，因为它是电嘛，所以它加热你煮水的速度超级快，然后你在旁边煮饭的时候不会像以前就有火，然后会觉得有点热。这个呢不会热，最棒的是它的清洁。煮完之后呢，拿抹布沾清洁剂。直接擦，因为你上次把汤满出来，因为它这个活力其实蛮强的。我一开始不适应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可以很熟悉去控制它的火了。跟我一样是从瓦斯炉换成 IH 炉，煮个10次吧，不用吧？不用10次，就是这就是几次之后，你就会慢慢觉得说，怎么它好像很好用自己买了一个这个过滤的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你看，它可以选水柱或者是滑洒，其实你要这样子冲。比较容易把旁边冲干净。厨房等到我全部规划好之后，会跟我家的装潢一样，会另外出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我找到的小物，因为我目前还有一些小物正在寻找中，大家期待之后的影片。这里采光很好，动距又很远，选的这个是直立的柔纱帘，是调光帘，因为很多川字型应该都跟我一样，厨房的旁边就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工作阳台。那一方面是你可能会有油烟，再来就是你会很常需要把窗帘打开，然后出去，这个很方便出入。每一片呢都是中间都可以打开的。然后如果你厨房这边有油烟让它黄掉的话呢，它也是可以单片拆下来清洗的，质感真的还蛮好的，很透光。像我家这个是西晒，那有时候下午我觉得灯光还蛮美的，我会想要让它透进来，我就可以调整，你看转一下。它是可以调光的，地板上就会有光的感觉，我觉得这很漂亮。可以全关可以，它可以全关。哇哦，非常有遮光需求的话，它的是纱帘，所以它还是多少会透光。那你可能前面你就要再做一个那个全遮光的帘。我是觉得公共空间就不用全遮光，我觉得这样就 OK。刚刚呢，我们都介绍川字型的一侧，那另一侧呢，现在来看这边就是我的次卧。然后我现在呢，其实还没有想好。哇，采光好好哦。对，采光很好。我现在还没有想好我这边到底要怎么利用。那我是先大概买一些东西来摆。这个层架呢是我在宜伦买的，我当时 PO 的时候超多人问的。它有3个颜色，一个白色、绿色跟蓝色。然后我是先买2个来摆摆看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它质感蛮好的。它上面是有一点像木板感觉，然后这边是金属。你都选韩系家具那个桌子也是。对，我喜欢韩系。我后来发现，那时候去韩国也买了不少一些 deco 的东西。你猜这个多少钱？这还蛮好做的5000。2000多，超便宜的，很便宜。这是他自己煮啦，可是很简单。然后我这个书桌，我当时买来的时候，就也蛮多人问的，因为好像想要买给小朋友当书桌。然后它是 Desker， 是韩国的，窄度是40公分，小宅很适合，因为其实很难找到这个面宽是40公分的，大部分好像65。这个单椅就是大家之前都要抢的嘛，我也是用抢的才买到的。这个角落呢，我就想说，就在这边看书。现在架子都没有书这间次卧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双人房，因为原本建商设计的衣柜就是在这个位置，
那如果这边做壁挂，它就会凸一个冷气在上面，很不好看。所以我这边当时取舍之下是做隐藏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位置是一个梳妆台，或是你可以放一个小的书桌。然后这边这一块呢，就是床的空间。所以这个房间呢，其实以标准双人房，16平来看的话，真的是蛮大的，也是选风情帘，因为这边你看。现在已经下午了，它阳光就是这么的亮，根本就不太需要开灯。哎，你的2个风琴帘都只开上面哎。对啊，因为你知道这个地板是建商附的，然后它是石塑地板，所以它很怕晒。和你家的超耐磨木地板用起来有什么差？我觉得差蛮多的。第一个是脚感，我家的那个踩起来没有像这个这么硬，超耐磨，踩起来比较舒服。我不知道是建商铺还是怎么样，就感觉你会觉得它好像没有很平，有时候会那种卡卡的感觉。然后我也有听说石塑地板有一些灾情，就是可能你用5年，你真的常常这样晒会坏掉、凸起来。反正现在木地板是不是其实施工也是算干净施工？过阵子我想把这个换掉。但是这个有防水耶，有防水啊！我发现到一个问题，因为你知道青埔嘛，冬天常常那个窗户都会枯，就会流水。1个礼拜没来，然后它好像有流水，我就没有擦，虽然干掉了，这边这个痕迹超明显，完全擦不掉。那你拆掉是不是还要清运？对，我有问我设计师朋友，他说如果你石塑地板整个拆掉，他要去给那个专门清运的人，也是不便宜。介绍完川字型的另一面了，还有一个神秘的空间。我当初买这16平还是2+1房哦，真假就在这边。这里呢就是我的+1空间。其实呢，现在这个地方是0.5，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因为有另外一个0.5，噔噔噔噔，在里面，它是我的储藏室。哇，感觉很深哎，很深。你看，我当初特别规划的，家里已经很小了，外面呢就是要尽量干净，所以我把所有的杂物全部都放在这个储藏室里。然后我自己买了这个活动的层架，还有一些收纳盒，我都会在上面贴标签贴纸，找什么东西很好找。它可以放一个吸尘器，然后我还用了吸尘器架，插座在那边，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充电。然后我的地毯啊，还有这个爬步梯，因为我家有高柜嘛，你看梯子我就都可以放得进去。不管是大宅或小宅，家里不管怎么样都要生出一个储藏室，把它关起来就眼不见为净了。关不行，我还要谈个东西，就是因为我家除了冰箱以外没有镜子，所以我在这边贴了一个连身镜。特别做了一个涂料墙了。我拍 OOTD 的时候呢，当然要把它露出来。这是你频道的粉哎，对，站在前面脸显得比较白耶。那其实不是因为粉色啊，还有因为我这边有那种轨道灯，它就是打光。现在就是放了一个这个超窄的升降桌，不是电动，它是手动的，可以自己这样子调整它的高度。我觉得很方便，我一个女生这样搬也是很容易搬的。然后这边呢，因为是工作的地方，所以一定要留很多插座。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我之后呢会再选一张合适的椅子。我现在这边还没有椅子。然后那个轨道灯我也是特别去选的，很冷，它是可以这样子转的哦，可以翻转的。打光是可以很弹性的。这边不小心被那个电视师傅钻破了，不要打光的话不明显，对对对，就很明显。然后我选的是涂料，这个都是有一点颗粒感的，它的清洁我觉得也蛮容易的，干净的布沾水这样擦都擦掉了。它是矿物涂料，具有调节湿漉的功能。我选是涂料，预算还是有控制在65万以内哦。很多人不是会说有颗粒有卡灰尘，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。有吗？你觉得有灰尘吗？没有，比油漆好清是真的。油漆你有时候弄脏，它这边就会有一块很明显是擦过的痕迹。因为那时候水电施工完之后有擦。对，水电师傅的手指装单都粘在这边，你看现在擦完看不出来。这就是我这次的新家开箱，竟然在65万以内就把这边搞定了。65万是有包含全室的木工、涂料、墙面彩绘墙，4个门都有改色。水电师傅的部分呢，我只有请他帮我安装灯具，回路我没有新增。除了那些施工的部分，窗帘跟你现在看得到现有的，我应该算是蛮会控制预算的吧？有吗？有，很厉害。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？没有。没有问题想问，好啦，大家如果有想问什么问题，就欢迎底下的留言 ，YT 的留言我尽量都会回复。那如果有想要了解更多或是更 detail 的，也可以到 IG 私讯我。以上就是我这次的新家开箱，喜欢频道记得订阅、按赞或是分享给朋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